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的生活的地方。绝对而言，财富越多，美德就越少。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，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。多余的财富只能换取奢靡者的生活，而心灵的必需品是无需用钱购买的。我喜欢独处，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。我步入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，然后从中学习，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善是唯一永远也不会亏本的投资。无论两条腿如何努力，也无法让两颗心的距离更加接近。有时间增加自己精神财富的人，才是真正享受到安逸的人。别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，去过你想过的人生吧。人们交口称赞和认为成功的生活，无非是生活的一种而已。我们为什么要夸耀一种，而牺牲其他的各种呢？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吮进生活的骨髓，过得扎实、简单，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，把生活逼到绝处，用最基本的形式，简单、简单再简单。智慧和纯洁来自努力，无知和纵欲来自懒惰。每一个早晨都像是生命对人发出的邀请，让人愉悦且充满希望。知道自己知道什么，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，这就是真正的知识。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得下，他越是富有。独行的人今天就可以上路，而有同伴的旅客则必须等别人做好准备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发。诚然，赚够车费的人终究还是可以乘车的，但只怕他们到时已经丧失了旅行的活力和欲望，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用来赚钱，以便能够在人生中最没有价值的阶段享受一点值得怀疑的自由。所谓的听天由命，是一种得到证实的绝望。为什么一桶水放时间长了会变臭，而水冻成冰以后就能永远保持甘美呢？哲人说，这就如同情感和理智的区别。我们总是想要学会如何得到更多的东西，但有时候应该学学如何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吧。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，决定了此人的命运，指向了他的归宿。我们的展望也这样，当更好的思想注入其中，它便光明起来。不管你的生命多么卑微，你要勇敢地面对生活，不用逃避，更不要用恶语诅咒它。假如一个人因为正当的原因而悲伤，他便会拥有感动大自然的力量，风会叹气，云会落泪，太阳会变得暗淡，连树木都会在仲夏脱掉鲜艳的衣服，披上暗淡的丧服。等到我们迷失了，我们才会开始了解自己。我既不属于过去，也不属于未来，我永远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上，也就是当下。文明人就是一种更有经验和更聪明的野蛮人。思想的丰盈会让人欣喜若狂，只要心灵还在不停运转，任何行为和后果得失都不会束缚灵魂，无论好坏悲喜，都如流水淌过，却不会将人淹没。人生如果达到了某种境界，自然会认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安身。
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信仰，那么无论与谁合作，他的信仰都不会贬值。如果他没有信仰，那么不管他加入到什么团队，都不过是茫茫众生中的一员，终其一生都随波逐流。如果我们只是喋喋不休、大声说话的人，那么我们倒可以紧挨在一起，互相感受对方的气息。但要是我们说话含蓄而又富有思想内容，那便会希望双方站得远点，使所有那些动物性的热气和湿气有机会蒸发掉。我们也许不能够在一个约定的时日里到达目的港，但我们总可以走在一条真正的航线上。生命并没有价值，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。没有哪个地方有幸福，除非你为自己带来幸福。一本真正的好书教给我的远不只是阅读它，我必须很快将它放在一边，然后按照它来生活。我始于阅读，终于行动。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从容不迫地度过每一天，不让任何一片落在铁轨上的坚果或蚊子翅膀把我们抛出轨道。不要雇一个为钱而替你工作的人。许多人钓了一辈子的鱼，却不知道他们钓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鱼。最富有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也是最贫穷的。吹毛求疵的人，即便在天堂也能挑出瑕疵。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都可以过自得其乐的生活，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，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，犯不着千辛万苦求新，无论衣服还是朋友，把旧的翻新，回到他们中去。万事万物没有变，是我们在变。贫穷与富裕的界限并不像黑白是非一样泾渭分明，不论在贫民窟还是在富人家，落日的余晖都会洒下，早春的雪都会消融。我毫不怀疑，时间是能甄别出优劣的。行走的目的不是运动，而是烧上灵魂，寻找生命的第二个春天。如果把你的目光直接朝内看，就会发现，在你的思想中有1000个领域尚未被发现。一个阶级的奢靡需要另一个阶级的穷苦来支撑。就像大多数作家那样，我付出了劳动，得到的却只有痛苦。然而，就这件事来说，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回报。人生来不够高大强壮，只好设法缩小他的世界，用墙壁围出适合自身的空间。我们花了许多钱来治疗身体的病痛，对精神的疾患却不管不顾。普遍而言，人们追求衣服时髦或者至少干净并且没有补丁的心情，远比追求良知完整无损的心情要迫切。人的路要亲自去走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顺其自然的过日子是非常安宁的，不应背上懒惰的骂名。我希望这世界上有尽可能多与众不同的人，但我盼望每个人都能非常清醒地去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、母亲或者邻居。